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啊，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上次老师在更新这个前世今生案例的时候就有朋友问老师说，你们都是讲日本有关系的，为什么都没有什么欧洲的美国的墨西哥有关系的？为什么老是讲日本呢？那你是不是很亲日啊？或者是说你们剧本都是一样的，然后自己来改编一下？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老师今天跟各位讲一下他的灵魂的归属的原因。为什么会有很多台湾跟大陆前世今生的故事都跟日本有关呢？那是因为人在死亡之后它有一个流程。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说我们在脱离身体之后我们会在身体里面、身体附近先待一阵子，大概住多久呢？其实你要久的话，你也不会超过2个时辰了，也就4个小时半天以内的时间你就会被带走了。带去哪里的？当然会有我们的这些牛头马面或是黑白无常等等之类有你文化所能够认识的这些神奇会把你带走。那当然在我们亚洲就是中华文化，我们看到就是黑白无常嘛。那你在西洋可能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天使然后或者是在韩国、日本就是会有其他的一些使者会来带你这个都是按照你自己的认知而形塑出来的形象。所以说你还不可能是说你明明就是一个农村大妈，然后来了一个什么，来了一个墨西哥的隐魂使者，不会不会。你信什么他就用什么样的形象来给你去看，只是呢他们的归属他这个单位的归属是归属于当地的。所以是说就是我们的人死之后一定是先有这些隐魂使者，然后带到当地的土地公，然后有土地公，然后转到城隍庙。如果没有土地公庙的，就转到城隍庙那个地方去，就有点像什么台湾的一些村长、里长，然后再归到那个城市这个县市单位去管。那么在中国的话，当然你们有村镇嘛，村镇那边去地方的就土地公去管，然后再往上的城隍去走，就走到县或者市的单位里面去管。所以说每个灵魂它的归属它都到它的一个流程，但是它的划分地界不一定跟阳间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行政区的管辖。所以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是什么呢？如果客死异乡的，我不是在当地的故乡死亡的，比如说我可能在台湾出生，那哪一天我可能死在了韩国，那我还是必须在韩国的地方去做报道，这个是流程。我不会说我死了之后，然后我赶快的魂魄漂洋过海，然后回到台湾，然后来继续归档，不会，就在当地的那个城隍爷或者土地公庙那边去把他召回去。但是因为我认识土地公，我认识城隍爷，所以说来接我的就大概就是牛头马面，还有是黑白无常。不会土地公是长官，大家都是地方的招魂使者会把我引过去，只是他变成我所认识的人，因为呢这样才能跟我沟通，我自己心里面才不会慌乱。因为人刚死的时候讲得很简单，就是六神无主，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我现在要去哪里，我是谁，我到底应该干嘛，那是没办法去理解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什么，如果你没有被你原来的故乡的亲人所招魂，或者特别的祭祀活动，那么你就真的在当地你就归档了就已经归档了。那归档意思是什么呢？就在那边造册你是谁谁谁某某在这个地方等一段时间之后没人招你回去那没人招大概是多久的时间呢？一般来讲在49天，就7七49天的时间有人招的话，你觉得有人招你就等一下或者是我们查一下有没有在进行这个仪式的，如果有在那边暂存一下，等他那个招魂的公文过来，如果没有等49日没有，那对不起，你在当地就得怎么样进入了这些流程里面，你就得开始进入到当地的地府去审判，或者是说你要在当地看到你的功果罪业都可以调资料的嘛。其实我告诉你网络不是只有阳间有地府它有网络，只是它不是有线的，都是 WiFi 的，你知道吗？都是无线的。所以他们调出来资料，看你这辈子的功德罪业，你做过什么事情，你有没有暗室不欺？很多人都表面上是道貌岸然，好像是非常的庄严正气，但是背地里面干了什么鸡鸣狗盗的事情，天知地知，自己也知道但是呢，有些时候别人也知道，只是你以为别人不知道，或者别人忌惮你的权利而不敢讲出来，但是你做过的事情必然都会有痕迹。所以说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做坏事就没有关系。人真的是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天，对得起地，那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可能上天堂，你可能下地狱。但如果是上天堂了就比较不一样如果上天堂的状况之下，那你要回来故乡就容易了。你位阶高功果厚，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只要说一下，但是基本上都不会拦你，因为你是好人嘛，你有得到这个果位，所以说当然是可以。但是如果你被判入到地府去刑罚，对不起你就只能在当地的地府去做刑罚，就是按照你的功德罪业，他让你去受你该受的刑罚。你做什么事情，所以你有这个结果。天地之间，它其实是很公平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审判之后觉得是说，你的功过还有可议之处你做这事是不是情有可原或怎么样的？而且大部分来看你的功德是大过罪业的，但是你也不足以上天堂。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回到灵界，或者是说你的刑罚很短就是判拘役30天那你可能就放出来。那个时候就可以
再给你一次机会，按照你之前的功德跟罪业来去给你转生。那转生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把你发回原籍来去转生呢？不会，他就当地直接在这个出生人口里面呢，直接给你发过去。啊，比如说你应该变成了猫狗的，你就在那个他们管辖范围里面的猫狗里面出生，变成蟑螂的蟑螂里面出生，但是变成人的呢，你也是在当地去出生。所以是说啊，就很多的状况就是说，很多人呢在异地往生之后，他的家人并没有给他做纪念，也没给他做招魂引魂，啊，也没有什么立碑，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在当地转生，那直接变成当地的人。所以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文化交流的原因啊，亚洲区啊，在那个日本人他可能到处去做生意啊，还有一些战争的因素，所以是说会有一些案例啊，跟日本人特别的是有关系，这是会有的。那不要说这个台湾了，其实中国也有，尤其是东北地区啊，它会范围比较多一点，因为东北是战况最惨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很多亚洲很多人啊，就是天生对日本文化会特别的喜爱。当然也会有西洋人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但是他可能出生在欧洲，但欧洲他就可能上辈子他是中国人，他在欧洲那边嗝屁的可能就是也都传过去的华工等等之类的。那有没有可能他这个欧洲人他原本是在中国生活很久，然后最后被招回去的呢？他们也会办弥撒，也会办纪念之类的，当然也有。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就要看你后人去怎么帮你去做，你的灵魂才能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归属。你自己除非功德是够的，不然你就只能在当地去轮转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什么？在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民族都有这些确定你是在客死异乡或是非正常死亡。比如说我在外地，我可能山崩地裂，我去玩跑酷或者是说我去旅游的时候就外面嗝屁了。那这个时候非正常死亡状况之下，亚洲有很多的民族无论是汉族或者是傣族或者是瑶族之类等等的，老师光查到就20几个民族，他们都有所谓的招魂仪式，把你从远方往生的亲人的魂魄给他招回来。那么在招回的过程之中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从你原地方的那些神明还有地府收到说你要招魂的这个仪式。因为我们招魂我们做任何仪式我们都会上这个虔诚嘛，就是上那个书文。所以书文是我们法师办事的重点像我们一般道士你要去皈依的时候，你也得上表彰，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当地的天堂或是地府收到这个你要引魂的一个书文就是这个公文他就会发到当地你死亡的当地那个地方去，查出你在哪里死亡的，然后去那个当地把你的魂调回来。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在哪里死，可能出去都没有回来了，但是过了50年他应该死等等之类的，你都可以劝他已经死，因为他那一代家人都死光了，也是有这个状况，或是你是阵亡的等等之类的，或是你是空难的但那个时候你去招回来的时候，你不用报确切的地址，你只要去上就是说把这个魂魄招回来，大概在哪个地方，他出生年月日时，通常上面都会可以调得到这个资料把这个往生亲属的魂魄发一纸公文把它调回来，这个就没有问题。所以他下次转生的时候还会在你当地的地方转生。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两个传说。第一个传说就是火星男孩。火星男孩他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他就有说过，然后火星他们是有一个转生石的，就是你在外面如何阵亡的这些战斗员他们死了之后都会回到这个转生石，然后再把你的魂魄去放到新的身体里面。其实和逻辑是差不多的，可能他们的那个能量体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可以回收然后再把它关进去，它可以比较高文明，它可以抓到你魂魄，把你魂魄吸回来，然后再放过去。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比较低阶吧这是我们人类现在的文明比较低阶吧，所以需要神明去把你的魂魄吸回来，然后在当地去转生。所以大部分都在当地的这个地方去循环的次数是比较多。所以火星男孩是因为火星的文明已经消灭了他的转生石已经破裂了，他的魂魄就飘到这个地球来，然后成为了地球人。所以这个状况也是会有就是会有。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外星传说里面都有是说他的魂魄从外星的文明或是其他的文明来驻身到你现在的人类的身体里面。那么第二个状况就是什么呢？中国有个地方地名有个村子就是转生村，就是说在那个村子里面死亡的所有人都会在无条件的状况之下，在那个村子重新的复生，是同一个人，但是他可能就是你隔壁的阿伯，或者你这个邻居的阿嬷或者你这个夭折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村子里面重新再降生。而且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记得我自己是哪一个村的，哪个庄的，或是哪一房的人，那我现在投身在这个地方。那当时有人去做这个状，就发现该地的磁场有特别的影响，所以说就变成是他们就是很容易在束缚在这个地方。最老师用的词是束缚在那个地方，意思就是他们出不去，他们也离不开，就你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转身了，那你就整在那个地方。然后一般来讲，它不会只限在一个村镇里面，一般转身都是至少都是以几百公里的范围以内去做不会在你一个村镇那么小的地方去处理，至少都有几百公里。其实抓个500公里是差不多的范围是可以去理解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灵魂它的转身它是有一定的规模跟一个流程的。但是也有例外的状况，大量战死异乡的将官们就是说我们看到2战1战就很多士兵就远渡重洋的去维持他们自己的正义。那么这些士兵很多都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不就等于是说他们就很多的灵魂就留在该地吗？这个状况又比较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无论在西洋的历史或者是亚洲的文化，这2个地方都会有所谓的慰灵碑的仪式，也就是说在你的母国故乡那个国家都会进行了大量的一个祭祀仪式，就是来纪念跟感谢这些阵亡将士。所以说在美国也会有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那甚至他们还会有一块碑，上面刻了所有在2战中阵亡的或是在哪个地方阵亡的将士的名录在那个地方。这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立一个墓碑一样的意思。说他们这样子的灵魂呢，还是会被召回到美国里面去，因为你已经有归属了，而且这是国家级的归属。说他下公文，他只要有这个决定，灵魂就会被召回，因为你已经往生了，在当地你就要报告说你是谁。他那个美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些灵魂的所属单位就知道，你们的国家已经要开始做这个行动了，来各位排队，然后准备回家。这个状况是会有，所以说我们举了第2个例子是什么？之前在美国俄亥俄州就有一个号称他是2战飞行员战死的他还记得上辈子的弟弟叫什么名字他的队友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是开什么样的飞机，然后被日本人打下来战死的地方，他都讲很清楚。这个东西各位上网去找，但是他父母有出书。可是问题在这里，飞行员他战死的地方是在硫磺岛。硫磺岛在哪里呢？硫磺岛在日本的外海他们是属于亚洲的一个海域，说在那个地方阵亡了。而硫磺岛它本身也没有人住现在是禁止一般百姓上去的，只有日本天皇或是特许人员你才能够上硫磺岛。那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这个灵魂还可以回到俄亥俄州那边去转生呢？这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当地的那个硫磺岛上面就已经有一个慰灵碑就是一个那个硫磺岛的战士，一个日本将士的慰灵碑，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是别人的墓碑了。所以说你在收纳的时候就发现这一区域的人然后在这边阵亡，所以说他们就被收回来。那因为他是本国的将士，所以说即使他在硫磺岛的纪念碑，他也不会只在硫磺岛那边转身，他变成鱼变虾嘛，不是就是他会转身，然后分批次你就把你送回去你自己的故土里面去。那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说这个小男孩他也是被这些慰灵碑这边已经分出来了这边是日本的，那你们美国那边也已经做了纪念，所以他就把他调回去。所以说最后那个小男孩他们去找资料的时候，就的确找到这个驾驶员是战死在某个地方的确有这件事，所以有记录代表是说那边已经帮他做归档，已经帮他做纪念了，所以说他的灵魂就会从硫磺岛那边把他召回去。所以是说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台湾或者是日本东北就有这样的传说，就是说呢，半夜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古战场日军侵华的时候的战场，或是日军侵台的时候战场上面还看到日本的军队他们在操练训练比如说老师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就听到这个传说过，但是我是没见到过啦这边训练或者是在那边怀恨或者是在那边准备冲杀但是呢，现在你去找大概都找不到了。为什么？在打仗完之后，那个传说大概就慢慢消弭了。这里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当地的政府，也就是说地府那边的管理员觉得你们实在是管不动了，他请更大头的人来去收比如说呢，台湾就有传说就是在日军古战场上面就会有那些日本的一些部队他没有被召回去，也没有纪念他就在这边整个部队就往生了被打败了，然后他们就不走。后来我们请他天上圣母他一直把他劝不走。那怎么办呢？宝剑一挥，对不对？然后他就脑袋落地，其他人被强制遣散带回去了那这个也是个传说。更多的地方是在于是说在和平年代的时候因为这些战士当他们整团灭的时候，他们的恨意是很强的。恨意很强的时候你就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就不服当地的政府，或是牛头马面来去说，你们该走了，你们已经阵亡了，结束了，我们要离开了。不服不服的状况之下，你可能在那个地方，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遇到有缘分的高僧道长或者是一些法师他就会主动的去那个地方去平调完之后，很多慈悲的人他们直接把他们超度掉了，听劝的超度掉了，不听劝的自然久了之后就变流寇了，那你还是会有当地的天神或者是一些将军会向上通报把你们给弭平了。所以流氓没有世袭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人跟鬼都是一样，消灭你只是时间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很多的传闻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实都会慢慢消失
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灵魂的一个归属。所以说，我们从我们这些故事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啊，人世间呢，我们会有七情六欲，我们会有喜怒哀乐，我们会有恩怨情仇。但是恩一时，我们记得恩会一时的，但我们有时候会忘掉，因为你对我有恩，我对我好，我感谢你。但是我们久了可能忘掉。仇一世，一世是什么？一世是20年，一代是25年，做4代交替，20年、25年的去交替。说仇有仇的人呢，那我彼此有常见到仇人嘛，相见分外眼红。而恨呢，心里留的恨会多久？恨会留着你一生，对不对？恩一时，仇一世，恨一生。其实这些所有的情绪啊，都会反映到你现在的肉体上面，也会反映到你自己的灵体上面。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往生者，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放过自己，不服别人带走，还会逃走，然后就变成孤魂野鬼，然后进了半无间的一个流程，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带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超度。但是你仇的人，你恨的人，还是你有恩的人，他们早就已经灰飞烟灭，早就已经去轮转了，早就已经不知道重活几次了。这个老师做这一行的，我实在看太多了。恨个几百年的，人家都已经转个7、8次了，你还在那边恨个几百年，就是因为对方给你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是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一定遭受到不甘心，但是很多事情是由天道去为之，你自己恨他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恩一时仇一世恨一生，仇恨加起来生生世世，这个又是何必呢？说最终啊，这些负面的想法都是作茧自缚，让你上不去，那也让你留在地，那如何是好呢？而最重要的事情是，而且又更有趣的事情是，当你有机会又重新再活一次啊，换一个身体的时候，你所谓的恩怨情仇，你又能够记到多少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的，有可能再有缘再碰到一起，可能还会有点激荡，但是呢，基本上你都记不起来的。所以说，我们换个地方想啊，如果这辈子啊，一定是老天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重来的通关一次，就再加上你继续当个人，那你就说啊，你这辈子可以做得更好，你可能也跟神明保证过，你跟阎王保证过，我这辈子一定可以做得更好。那么，请问各位，你这辈子的功德积分，你累积了多少呢？能够带去给阎王爷、带给老天爷所看的，给上帝看的，都只有功德跟罪业，其他的东西你有再多都没有用。就像我们小时候玩个大富翁，你就算变成了把3家的钱全部赢光了，你也买不到一个糖果，是不是？哪怕打游戏，你打到钻石了，对不对？打到王者的钻石还是什么金铜白银都一样，到最后手机一关，你又能够得到什么？你什么都得不到，只有你自己的快乐哦。我们可以觉得这游戏很好玩，我们觉得很快乐，我们可以幸福，我们觉得很可惜，对不对？你就心情可以留的，这跟我们留给老天爷的就功德跟罪业给他们做评断是一样的。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罪业？我们已经讲过，你伤害别人就是罪业，而功德就更简单了，你只要能够对他人有利，你就是功德。功德从来不是可以透过念经，可以透过吃素，可以透过烧香的才叫功德，那些都不是功德。为什么？老师不是乱说的，你不要急着说我乱讲话，说什么吃素才功德。我告诉你，这里面世尊释迦牟尼佛就有说过了，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也说过，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善法它是没有一个形式，而是你能不能利益他人，而不是说你必须要进行什么样的举动，烧什么样的香，进行什么样的法事，盖什么样的庙，或修什么样的经生，这一切的叫做形式主义的，其实意义都不大，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意义是不大的。各位去了解佛的一心跟神的意跟我们道的理都是一样的事情，你只有实实在在说好话，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你最扎实，你可以取得累积积分的办法。不要贪快，一步一脚印，一分一分的累积，那是最有效果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入意识殿，应作如是观。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Nice.